俄版5代機真的配成5代吗？拨開苏57的隱身外殼，看看 F-22才知道什麼叫絕望。根據最新的全球航空戰力數據顯示，全世界公認的第5代戰鬥機只有美軍的 F-22猛禽、F-35閃電2以及中國空軍的歼-20威龍，這些戰機真正意義上踏入了全能戰機的門檻。而俄羅斯苦心經營了20年，號稱要屠殺猛禽的蘇57，儘管也被稱為5代機，但在隱身、超巡、態勢感知等核心指標上表現得像個不及格的差生。與這些頂級戰機相比，蘇57最讓人感到尷尬的是它那層薄得嚇人的隱身外殼，以及在各種航展上被捕捉到的粗糙細節。這裡說一個冷笑話，一名軍事小白該如何判斷一架戰機是不是5代機？很簡單，就看它帥不帥。5代機給人的第一印象一定是流暢的機身，充滿科技感的外形，但只要提起蘇57，笑點再高的頂級飛機設計師也往往繃不住。因為在他們眼中，蘇57更像是一架強行拍扁的蘇27。那麼，蘇57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若是去對陣已經在冷戰巔峰期設計完成的 F-22，它又究竟能撐多久？5代機與其他戰機真正的區別是什麼？區別只有一個，隱身不是選配，而是命根子。如果你不能在雷達屏幕上消失，你所有的超機动性在空空導彈面前，通通都是慢動作的自殺表演。我們先來看 F-22 猛禽在80年代末設計時，美軍只有一個核心要求，絕對的低可探測性。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将幾何學玩到了極致。他們讓 F-22 全机外形遵循嚴格的平行法則，主翼水平尾翼的前後圆傾斜角度完全一致，将所有射向飞机的雷達波集中向极窄的幾個角度反射，確保對方雷達接收到的回波微弱到可以忽略。如此設計下 ，F-22 的雷達散射截面積來到了恐怖的 0.001 平方米，這大概就相當於一顆在高空飛行的乒乓球，或者一只在氣流中扇動翅膀的小鳥。想要在遠程相控陣雷達上發現它，估計要用顯微鏡來找。這幾乎讓 F-22 在戰場上擁有了上帝視角，我能看見你，我能鎖死你，我能擊落你，而你直到爆炸的那一刻，你的告警器可能都沒響過。而蘇57呢？哪怕讓最中立客觀的設計師來評價它的隱身設計，估計也會忍不住用敷衍了事來形容。真正的隱身機為了掩護發動機葉片上巨大的雷達反射源，都會採用複雜的 S 型进氣道，但蘇57為了照顧機動性，採用了直通式進氣道，直接讓雷達波可以從进氣口長驅直入。在真實戰場上，無異於在黑夜中打着手電筒搞前行。那俄羅斯人為什麼要做這種設計？在我看來，恐怕是為了省錢。一架蘇57的價格在3500萬美元到4000萬美元之間，一架 F-22卻能夠買下2到3架蘇57。不過，單是进气道設計還不足以省下這麼多錢。蘇57誇張的地方是，它連做工也省了。在目前流傳出來的大量蘇57近距離的實拍照片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蘇57機身上布滿了密密麻麻的突出的鉚釘。這種做工，如果讓一名有強迫症的工程設計師看到，估計會罵娘。要知道，在隱身機領域，每一條縫隙、每一個螺絲的平整度都必須達到納米級的精度，外殼必須光滑如鏡。如果大家有幸去摸 F-35，會感覺在摸具有斷面感的汽車，哪怕是採用較粗糙塗層的 F-22，摸起來也只會像平滑規則的砂紙。而蘇57那凹凸不平的蒙皮，在厘米波雷達面前，就像是一個掛滿了反光鏡的鋼鐵怪物。根據相關情報分析，蘇57的前向 RCS 通常被估計在 0.1 至1平方米左右，0.1对 0.0001 整整100倍的差距。在视距外空战中，這意味着 F-22可以在200公里外就穩穩鎖定蘇57，而蘇57要飛到30公里內才能看見 F-22，這170公里的差距就是死亡的距離。隱身之外，我們還不得不提到5代机的第二個硬核指標——超音速巡航。即在不需要加力燃燒室的情況下，長時間維持 1.5 馬赫以上的速度。对比 F-22，蘇57就有點難堪了。F-22搭載的2台 F119PW100 發動機，是目前人類航空動力史上的巔峰。它不僅動力強悍，更關鍵的是它的2元矢量噴管。該噴管採用了精密的降溫處理和雷達吸波邊緣，不僅推力調節順滑，更極大地壓制了發動機排出的熱紅外信號。通俗來說，就是即便你用紅外搜尋系統，也很難在遠距離捕捉到猛禽的蹤跡。那麼蘇57呢？從2010年首飛至今，蘇57的發動機已經折騰了整整15年。
但相關問題至今沒有徹底解決。長期以來，蘇57裝載的都是所謂的第一階段發動機 AL41F1， 說好聽點是新型發動機，說白了它就是蘇35發動機的微調版，用4代机的引擎強行去推一架號稱5代機的引申機，其結果就是蘇57根本無法實現真正的引申超音速巡航。雖然俄羅斯之前一直宣傳其第2階段發動機產品30已經試飛，但這個說法聽聽就算了。歐洲和美國已經徹底鎖死了俄羅斯的精密数控機床和耐高溫合金技術。不過，最近根據俄羅斯联合飞机公司的消息，蘇57研發的產品177新一代發動機將在未来幾年開始交付。但基於俄羅斯軍方說大話不打草稿的習慣，產品177能不能挽救蘇57，我們或許在心裡打上一個大大的疑問號。讓我們再回到5代機本身上来，现代戰場本質上是電子戰與態勢感知的角逐。誰的信息處理快，誰就是獵人。5代機正是為此孕育而生。F-22的 APG-77 雷達擁有1500多個收發模塊，具備 LPI 攔截技術，這意味着它在掃描蘇57時，蘇57的雷達告警系統根本不會報警，因為猛禽發射的是極其微弱、多頻段跳躍的信號。F-22的傳感器融合能力可以將雷達、電子戰掛艙等數據完美融合，飛行員不需要面對繁雜的原始數據，電腦會自動告訴他左前方3點鐘方向有危險，預計10秒後進入射程。但由於俄羅斯在微電子領域被全球封鎖，蘇57的電子設備只能說是拼湊出來的繁榮。為了彌補引申不足，蘇57號稱在機頭、機翼、側面塞滿了6個雷達天線，看似很強，但其需要極強的軟件算法支撐，這恰恰是俄羅斯的死穴。在實戰中，蘇57的飛行員面對的是滿屏幕雜亂無章的信號，在瞬息萬變的空戰戰場，大腦處理信息的每一秒卡頓都意味着被 AIM-120 導彈撕碎的可能。這種硬件不夠天線來湊的做法，在美軍成熟的信息化體系面前難免有點幼稚。聊到這兒，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俄羅斯曾經那麼強，現在卻連一架引申機都做不好，原因就在於俄羅斯工業體系的坍塌。如果我們來到生產蘇57的 KN-AAZ 工厂，就會發現那裡至今還保留着蘇聯時期的很多老舊設備。5代機需要的是什麼？毫無疑問是一體化複合材料成型技術、大型激光測量校準平台以及萬噸級的一體化壓鑄機。而俄羅斯由於長期的經濟停滯，這些先進的重型工業母機已經斷檔了，這就導致蘇57的產量極其低下。從2010年到2024年，俄羅斯交付的真正量產型蘇57竟然連20架都湊不齊。如此驚人的產量速度，在美軍年產150架以上的 F-35面前，連個弟弟都算不上。蘇57到底好不好用？看看合作夥伴的態度就知道了。印度曾是蘇57項目的唯一深度參與者，甚至準備投入幾十億美金聯合研制。但在印度專家深入調研了蘇57的原型機後，他們做出了一個震驚世界的決定：撤資跑路。印度毫不客氣地評估蘇57引申性能不符合5代機標準，航電系統太落後。由於缺乏關鍵零部件，後期維護就是個無底洞。連號稱冤大頭的印度人都看不上的飛機，它的成色究竟如何，我們就不多聊了。除了零部件的先进，5代機的強大還在於它背後的杀傷鏈系統。在戰時，一架 F-22不是孤軍作戰，它的身後有停泊在橫須賀或關島的超級航母戰鬥群提供的防空掩護。它的上方有常態化巡航的 E3或最新的 E7預警機提供的全空域感知，它的下方有部署在世界各地的加油機和偵察機提供支持。猛禽只需要通過 Link 16數據鏈靜悄悄地接收來自各方的坐標，然後從雲端發射導彈，最後瀟灑離去。而蘇57由於數量稀少，且配套的 A100預警機研發進度遲緩，它在戰場上往往像個獨行俠。一旦脫離了本土防空網的保護，蘇57在面對美軍的雙航母打擊群及其海空聯合作戰體系時，幾乎就是自投羅網。這種體系上的降維打擊，遠比單機性能的差距更讓人絕望。那麼，為什麼蘇57的設計師會做出讓蘇57單打獨鬥的選擇？答案藏在俄羅斯的戰爭基因裡，迷信超級機動。俄羅斯人認為，只要飛機能做出眼鏡蛇或者落葉飄這種神級機動，就可以躲避導彈，就可以在近身格鬥中反殺。實話實說，這個思路在20年前沒有問題，甚至在海灣戰爭前或許都還有市场。但在高機動全向攻击導彈普及的今天，簡直就是自尋死路。導彈的過載可以達到50G，甚至更高，而人類飛行員的極限只有9G。
你機動的再快，能快過電子信號和固體燃料推进的導彈嗎？ F-22 在設計之初就明確了絕不進入格鬥，我的任務是在你看不到我的地方，在幾十公里外就終結戰鬥。蘇57依然在練習怎麼耍帥，而 F-22 早已在研究怎麼更隱秘地處決對手。戰爭哲學的代差注定了蘇57在問世的那一天就已經落後於時代。總的來說，俄羅斯蘇57之所以是備受爭議的五代機，不僅僅是它單一指標的落後，還有全方位、系統性、跨代際的全面滯後。它用3代機的結構貼上了粗糙的引申補丁，老舊的引擎在透支着未來的性能，又試圖用斷裂的工業鏈維持着大國的面子。在我看來，蘇57更像是一款為了應對现代戰场的五代機而倉促推出的 4.75 代戰鬥機。它比蘇35更強，它依舊是致命的殺手。但在面對那個在冷戰巔峰不計成本研發出来的猛禽 F-22 時，蘇57就像是一個拿着劣质盾牌的勇士，挑戰一個身披隱形斗篷、手握激光狙击槍的猎人。儘管很勇敢，但也只剩下了勇敢。F-22 与蘇57決戰的勝負，其實早在阿穆爾河畔那間破舊的工廠廠房裡，在那個因為資金匱乏而停滯了數年的發動機測試台上就已經見分曉了。世界軍事的發展從来沒有永恆的強大，反舰導彈的崛起威脅着航母，高超音速武器的出現讓防空網面臨失效。但唯一有一點是恆定的，如果你在最基礎的代际標準上玩虛的，戰場會給你最慘烈的回應。蘇57現在的處境就像是俄羅斯綜合國力的一個縮影，有情懷，有底蘊，有脾氣，但唯獨缺了那份能夠支撐起頂尖科技的現代工業土壤。好了，本期視頻到這就結束了。各位觀眾認為，蘇57這種放棄隱身換機動的賭博，在未來的高強度空戰中有一絲勝算嗎？如果讓你給蘇57打分，他在五代機俱樂部裡能及格嗎？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高見。感謝大家的點讚、關注、收藏3連，我們下期再見。